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分享时刻。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改变无数人生活轨迹的书籍《幸福的方法实践手册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泰勒·本·沙哈尔·涛班沙哈尔，他曾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幸福课讲师。泰勒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，更是一位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导师。他通过多年的研究和教学，将复杂的幸福理论转化为简单易行的实践方法，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持久的幸福感。幸福的方法实践手册不仅仅是一本书，它是一本指南，一本帮助你重新定义幸福、追求真正幸福的行动手册。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，我们常常被各种压力和焦虑所困扰，幸福似乎总是遥不可及。然而，泰勒告诉我们，幸福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状态，而是一种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掌握的能力。这本书将为你提供具体的工具和方法，帮助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找到平衡和满足。在开始介绍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是否曾经感到，尽管你拥有了一切财富、地位、名誉，但内心仍然感到空虚和不满足？这个问题曾经困扰着无数人，包括一些我们熟知的名人，比如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·乔布斯。他在临终前曾说过，我最大的遗憾是，在追求事业成功的过程中，我忽略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。乔布斯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物质上的成功并不等同于幸福。那么，幸福究竟是什么？我们又该如何找到它？答案就在《幸福的方法实践手册》中。第一部分，幸福的定义与误解。在本书的第一部分，泰勒首先探讨了我们对幸福的常见误解。很多人认为幸福是一种持续不变的状态，或者认为幸福等同于快乐。然而，泰勒指出，幸福是一种动态的平衡，是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，依然能够保持积极心态和内心平和的能力。泰勒引用了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，指出幸福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状态，更是一种心理和生理的综合体验。研究表明，幸福的人往往具有更强的免疫系统、更好的社交关系以及更高的生产力和创造力。因此，幸福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追求，更是一种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益的生活方式。泰勒建议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重新定义幸福：一、接受不完美。幸福并不意味着生活中没有痛苦和挫折，而是学会接受这些不完美，并从中找到成长的机会。二、培养感恩心态。每天花几分钟时间记录下你感激的事情，可以帮助你更积极地看待生活。三、设定有意义的目标，追求那些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目标，而不是被社会期望或他人评价所左右。泰勒在书中写道，幸福不是拥有一切，而是享受你所拥有的。他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：一位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的人，可能比一位拥有豪华轿车但总是感到压力和焦虑的人更幸福。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，幸福不在于物质财富的多少，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和体验生活。第二部分，幸福的方法与习惯。在本书的第二部分，泰勒详细介绍了几种经过科学验证的幸福方法与习惯。这些方法不仅简单易行，而且可以显著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。泰勒结合了积极心理学、认知行为疗法和正念冥想的理论，提出了以下几种核心习惯。一、正念冥想。通过冥想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关注当下，减少焦虑和压力。二、积极心理学练习。例如，每天记录3件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，可以帮助你培养积极的心态。三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研究表明，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幸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。四、追求心流体验。心流是指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时，完全沉浸其中，忘记时间的流逝。这种体验可以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一、正念冥想方法。每天花10到15分钟进行正念冥想，可以选择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坐下，闭上眼睛，关注自己的呼吸。好处：研究表明，正念冥想可以有效减少焦虑和抑郁，提高注意力和专注力。二、积极心理学练习方法。每天晚上花几分钟时间。好处：这种练习可以帮助你更积极地看待生活，培养感恩心态。三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方法。定期与朋友和家人联系，参加社交活动，尝试结识新朋友。好处：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提供情感支持，增强归属感和幸福感。四、追求心流体验方法。找到你热爱的事情，并投入其中，例如绘画、音乐、运动等。好处：心流体验可以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，同时也能提高你的技能和能力。泰勒在书中提到，幸福不是一种终点，
而是一种旅程。他以一个马拉松运动员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。这位运动员在比赛中不仅享受着跑步的过程，还与沿途的观众互动，感受着他们的支持和鼓励。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，幸福不是一种结果，而是一种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体验到的满足感和快乐。第三部分，幸福与个人成长。在本书的第三部分，泰勒探讨了幸福与个人成长的关系。他指出，幸福不仅仅是追求快乐，更是一种不断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过程。泰勒引用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指出自我实现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。通过不断挑战自我，追求个人成长，我们可以获得更深层次的幸福和满足。1. 设定成长性目标。方法：设定一些具有挑战性但可实现的目标，例如学习一门新技能、参加一个马拉松比赛等。好处：这种目标可以激发你的潜能，带来成就感。2. 反思与自我评估。方法：定期进行自我反思，评估自己的进步和不足。好处：这种反思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，发现改进的空间。3. 接受挑战与失败。方法：勇敢地面对挑战，不怕失败，把失败看作是一种学习的机会。好处：这种态度可以增强你的韧性和适应力。泰勒在书中写道，成长是幸福的基石。他以一个企业家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。这位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，但他始终坚持不懈，最终取得了成功。这个例子告诉我们，幸福不是一帆风顺的结果，而是一种在不断挑战和成长中体验到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通过以上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幸福的方法实践手册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幸福的书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过上有意义、充实生活的指南。泰勒本人沙哈尔通过科学的理论、实用的方法和生动的案例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往幸福的清晰路径。如果你也想提升自己的幸福感，过上更加充实和满足的生活，我强烈建议你阅读《幸福的方法实践手册》。不要让这本书只是你书架上的一件装饰品，而是把它当作你生活中的指南针。尝试书中的方法，实践书中的习惯，让幸福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。记住，幸福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状态，而是一种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掌握的能力。你今天的选择将决定你明天的生活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勇敢地追求幸福，拥抱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。幸福不是等待风暴过去，而是在雨中翩翩起舞。泰勒·本·沙哈尔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在阅读《幸福的方法实践手册》的过程中，能够收获满满的幸福和满足。祝大家每天都能拥有幸福的生活。